这个小伙子被心理咨询师开导了半天，一副被感化的样子，然后目光紧锁一处，冒出一句：“你的腿好美。”心理咨询师一把年纪了，得到这个夸奖，也不知道该高兴还是该生气。他火速把小伙子打发走，下一刻却暴跳如雷。自诩家庭教育做得还不错的他，竟然接到了女儿的哭诉电话，她被男朋友渣了。那个始乱终弃的渣男，正是刚才那个出言不逊的小伙子。向来稳重矜持的心理咨询师像个疯婆子一样冲出办公室，朝着小伙的背影怒吼。那小伙子却不屑一笑，挽着身边的女孩离开。这风流潇洒的样子，看哭了全国2.4亿单身狗。小帅是个富家子弟，父母离异后家庭重组，带来了一个异性姐姐小美。姐弟俩相依为命，相爱相杀，平日里基本见不着父母的面，除非闯了大祸，父母才会出面给他们擦屁股。这样的出身和教育，注定了小帅是个问题少年。小帅打心底里就缺爱，进入青春期后，意识懵懂，又无人管教，行为更是嚣张至极，无法无天。他仗着自己那张魅惑的帅脸，浑然天成的富贵气质与与生俱来的把妹技巧，迷惑了很多女孩。用小帅自己的话说，只要他想，整个城市的女孩都能被他收入囊中。小美的情况也大差不差，但相比小帅，他更加懂得伪装。小帅是臭名昭著的渣男，小美却是众人眼中品学兼优的乖乖女。她是学生会主席，还有家长把孩子送过来让小美管教，而实际上他们是一类人，他们都是通过玩弄感情、掌控别人获取快乐的恶魔少年。有句老话叫做常在河边走，哪有不湿鞋。小美这个玩鹰的竟然被鹰啄了眼，她失恋了。小美喜欢上一个男孩，但相处没多久就被提了分手，因为男孩爱上了更加单纯的小西。小美因爱生恨，要对男孩展开报复，她要摧毁小西的形象，把男孩的心上人变成人尽可夫的女人。不过她不能直接对小西出手，因为这样会引起男孩的怀疑。最好的办法就是让魅力十足的小帅出马，引诱小西，而她则做个辅助，成为小西的闺蜜，刺探情报，引导小西的想法和行为。小美信心满满地向小帅提出了自己的计划，谁知小帅却不屑一顾，还甩给她一本女性杂志。这种乏味的游戏她早就玩腻了。小西这种单纯的小可爱太好追了，她更喜欢有挑战性的猎物，比如这个杂志上发表文章，称自己正在谈一场纯洁的恋爱，并且要把初恋留给新婚丈夫的女孩安妮。此言一出，小美觉得小帅疯了，因为安妮是小帅下学期新校长的女儿，而安妮一直生活在隔壁市，根本没有机会和小帅接触。还有一个关键问题，据说安妮家风很好，对爱情的态度忠贞不二。小帅想要追她，恐怕是难如登天。面对小美的质疑，小帅胸有成竹，他倒要看看新校长发现女儿和渣男谈恋爱时，当着全校师生的面会做出什么表情。反正背后有人擦屁股，他只管做自己喜欢的事就好。姐弟俩意见相左，于是小美提出了一个赌约，如果小帅追到安妮，他就和小帅春风一度，但如果小帅没有追到，就要把名下的限量版跑车拱手相让。这个赌约小帅无法拒绝，既因为他坚信自己能赢，又因为赌注太过诱人。即便没有血缘，父母的结婚证依旧是他和小美之间的阻碍。他对所有的女孩都手到擒来，独小美是个例外。赌约就此定下，即日生效。他们都想不到，两人一时兴起设定的恋爱狩猎游戏，到最后竟然闹出了人命。小帅的功课做得很详细，这个假期新校长要卖房子，届时安妮会和小帅的姨母一起住，而小帅的姨母每年假期都会来小帅家中玩几个星期。这些时间足够小帅挖墙脚了，他会让安妮爱上他。见到安妮的第一面，小帅就死皮赖脸的套近乎，企图用甜言蜜语诱惑安妮。果不其然，小帅吃了鳖，此番吃鳖反而激起了小帅的好胜心，他更加费尽心思的引诱安妮。既然甜言蜜语不管用，那就再加点美色诱惑吧。晚上，小帅在泳池边放音乐，将安妮吸引过来，然后邀请安妮一起游泳。虽然羞红了脸，但安妮还是跳进了泳池，这让小帅开心不已。看来安妮和别的女孩也没什么不同嘛。小帅已经能够想象到安妮迷恋他的样子，但当小帅想要更进一步时，安妮的行为啪啪打了小帅的脸，他竟然瞬间变脸离开了泳池。原来有人在安妮耳边说了小帅的坏话，
小帅暴跳如雷，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臭名能播这么远，连隔壁室的女孩都知道，这也太影响自己追求女孩子了。他一定要挖出说坏话的那个人。好友向小帅提供了一条线索，他们有一个男同学和安妮住同一个市，而且这个男同学和安妮的关系很不错。他很了解小帅的桃色绯闻，很有可能就是这位男同学告的密。如今小帅的好友有这位男同学的把柄，男同学的家人并不知道他的性取向不太对，只要抓住了这一点，就不怕男同学不松口，说干就干。在好友的配合下，小帅抓了男同学的现行。不过令人意外的是，告密者不是男同学，而是小西的母亲。正所谓冤有头债有主，小帅本不想对小西下手，但既然小西的母亲不识抬举，挡了小帅的胜利之路，小帅就要不仁不义了。手中既然有了男同学的把柄，就要充分利用。小帅一边盘算着参与小美的计划，用引诱小西的方式来报复小西的母亲，一边威胁男同学吹吹安妮的耳边风，挽回自己的形象。另一边，小美的计划也顺利地进行着。小西的母亲是个既愚蠢又跋扈的贵妇人。这天，她带上小西拜访小美，希望小美能够管教一下小西，好让她考上名校，成为一个知书达理的名媛。小美答应下来，并迅速成为小西的闺蜜。一天，小美发现小西上课时和钢琴老师的举止有些亲密，她露出了得意的笑容。她终于找到了改变小西的突破口了，只要让小西犯错，然后使计让她的母亲施以惩罚，必定能够激起小西的反抗心理。届时，小西定会不顾家人劝阻，被她牵着鼻子走，想改造成什么样就改造成什么样。阳光和煦的草地上，两个女孩缓缓靠近，学习恋爱技巧。小西太过单纯，以为爱情只是牵个手聊聊天。等小西自觉发现亲密行为，那得等到猴年马月。小美可等不了那么久，她以教习小西如何和男朋友相处为由，潜移默化地加快这个进程。小美声称男生都喜欢技巧娴熟的女孩，她教会小西接吻，并让小西找身边的人练手。小西经常接触的除了家人和小美，也就只剩下音乐老师了。令小美恼火的是，她一连监视小西好几天，发现小西和音乐老师之间一直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发展。若音乐老师不能勾起小美对性的渴望，那她的计划就会无限延迟。正当小美发愁时，小帅提出加入小美的计划，帮助她引诱小西，以报复小西母亲背后嚼舌根的行为。小美偷偷向小西的母亲打了小报告，果真小西的母亲大发雷霆，不仅解雇了音乐老师，还对小西实施了禁足。然后这对恶魔姐弟又在小西和音乐老师之间扮好人，为二人牵线搭桥，拿下小西轻而易举。只要一个电话过去，小西就会偷偷跑出来，任由他们摆布。但小帅退缩了，他很清楚他的行为会毁掉一个单纯的女孩。不得不说，小帅虽然纨绔，但也有自己的底线。他扎了心理咨询师的女儿，并对心理咨询师出言不逊的原因是，心理咨询师总是目中无人，且收费很高。虽然小西母亲的行为让他很不爽，但单纯的小西完完全全是无辜的。整小西的母亲有10000种方法，只有从小西下手这一条最不可取。然而小美已经被嫉妒冲昏了理智，她指责小帅平时做渣男的时候也没见小帅有多么高尚，怎么轮到他去伤害别的女孩了，小帅就要站出来阻止他。无论小帅是否参与，他都会将计划进行到底。小帅无奈负谒，在他心里，小美远比小西分量重。既然毁了小西才能熄灭小美心中的愤怒，那就让小西变成这场战争的牺牲品吧。二人将小西约到了家里，小美给小西的可乐里加了2斤二锅头。小帅趁着小西醉意上头，亲口给小西上了一场生动的生理课。这番果真长了小西的见识。次日，他将小美约到家里，告诉小美小帅对他做的荒唐事。眼见小西已经尝到甜头，小美乘胜追击。她告诉小西，所有人都有性行为，只不过大家都不说。小西得知成年人的秘密，内心震动不已。为了让男朋友更爱她，她决定采取小美的建议，尽可能多的和其他男孩发生关系。小西下意识就将主意打到了小帅身上，主动贴了上去。但家人在侧，小帅却开启了贤者模式。并不是小帅要欲擒故纵，而是他的心乱了。他发现他好像爱上珍妮了。初次见面后，二人甚少见面。
小帅便开启了另外一种追爱方式。小帅借口找眼镜给安妮打电话，谁知安妮根本不按套路出牌，直接的问小帅是不是想要见他。高手过招，招招致命，和聪明的女孩打交道，一招失手便注定的败局。不久，小帅就被安排去敬老院做慈善。小帅极其讨厌这种活动，但为了安妮，他忍了。回家的路上，小帅闷闷不乐，一向端庄的安妮竟然扮鬼脸逗他开心，很滑稽，但也很可爱。这一刻，小帅沦陷了。原来这世间不只有堕落和阴谋，还有单纯和真诚。小帅爱上了安妮，每天观察安妮的一举一动。只是从未爱过人的他，还不明白这种感觉就是爱。心之所动，行之所至。带上真情，小帅再接近安妮时，就多了几分情不自禁，心生胆怯，进退两难，生怕一不小心伤害了安妮。往日手到擒来的套路不成套路，行为也乱了章法。这天，小帅情难自抑，一不小心吻上了安妮。他醒过神后，慌忙推开，连连道歉。可看到安妮不为所动的样子，又心如刀绞。他质问安妮为什么不接受他的爱，难道看不出来他的痛苦吗？安妮的眼睛瞬间染上了雾气，只要一想到小帅，他就无法控制自己的心跳。其实不爱，只是不敢接受小帅的爱。最迷人的也最危险，小帅的身上充满了未知和不确定，而安妮向往一生一世一双人。她不敢和小帅在一起，因为她不确定一旦接受了小帅的爱，自己是否还能守住底线。若托付了真心，最后反被辜负，她要如何承受这结局？有些抗拒越坚硬，就越是深情。安妮不愿让小帅看到自己哭泣的样子，离开了草地。而小帅思考良久，决定让安妮成为自己恋爱史上唯一一个败绩。他要放弃安妮，他去向安妮告别，可安妮却坐在床尾，一点点解开了衬衣的扣子。原来不知不觉，他竟爱她这么深，深到连自己的底线都可以放弃，只为不让她离开。小帅口干舌燥，明明曾渴望的东西就在面前，唾手可得，他却退缩了。他强迫自己挪开了视线，像个受惊的小鹿落荒而逃。原来爱会让人变得小心翼翼。小帅在床上翻来覆去，一夜没睡着，脑子里全是安妮的倩影。直到小美嘲笑他的失意和落魄，告诉他安妮已经拎包离开，小帅这才如梦初醒。他后悔了，可安妮已被小帅伤了心，独自一人前往火车站。小帅头一次把车开得这么快，终于提前赶到了火车站，拦下安妮。电梯上四目相对，安妮终究没有逃出小帅的手掌心。小帅开心极了，次日一大早抱着鲜花去找小美。他追到了安妮，赢下了赌约。今天他要取走她的赌注，让小美为他服务。小帅拉开床底的抽屉，里面赫然藏着一只隔壁的小黑。小黑光着屁股跑了出去，小帅面如沉水，心中升起一股无名之火，任由小美使出浑身解数，百般挽留，仍旧一言不发地离开。这股无名之火从何而来？小帅不是很明白，或许是出于被小美这般戏耍的怒火，或许是私有物被人觊觎的嫉妒，亦或是被背叛的愤恨。原因纷乱复杂，小帅不敢往下想了。长久以来的亲密相处，两人的关系早就超越了姐弟，是对手，也是战友。没有人比他们更加了解彼此，他们心意相通，却永远都无那份可能。因相爱故相杀，狠狠地伤害自己和对方。小帅和安妮正处于热恋期，甜腻腻的通电话。当小美出现时，小帅迅速截断了电话。一旦激起了小美的兴趣，不知他会做出什么伤害安妮的事。小美是想拆散两人，不过她有更加高明的手段。36计，攻心为上。小美只问了小帅2个问题：你觉得你配得上安妮吗？你们恋情公布后会给安妮的名誉带来什么影响？一瞬间，小帅从天堂坠入地狱。他是个臭名昭著的渣男，而安妮是个品学兼优的乖乖女。他配不上安妮，恋情公布会毁了安妮知书达理的贤淑形象。安妮就是小帅的软肋，一涉及到安妮，小帅就会方寸大乱。小帅挣扎许久，终于向安妮提出了分手。只是决绝的话说出口时，泪水也溢出了眼眶。小帅这辈子都没有这么狼狈过，不得不戴上墨镜遮住哭红的眼眶，他难过不已。那么导致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小美也别想好过了。他把小美的相好隔壁小黑送到了小西的手里，然后倒了2杯酒，和小美一起庆祝失恋。小美醋意大发的同时又心疼不已。小帅所做的一切都是因为他深爱安妮，
从他决定跑去火车站拦住安妮的那一刻，安妮在小帅心中的地位就已经超过了小美。这场赌